其实上面有一位为了人教兴盛发愁的道门大师兄，下面无论出现什么异常，李长寿都不会觉得大惊小怪。上一次与大法师交谈时，李长寿曾经委婉地提醒大法师，想要让人教兴盛，从姻缘生育方面入手，其实是事倍功半。也不知玄都大法师是否接纳了这个小意见。而从那时起，李长寿心底给玄都大法师安上了一个金光闪闪、阳气冲天的称号——人族最老单身汉。玄都大法师据说是第一批由女娲娘娘捏出来的人族。根据人教典籍记载，其实太清老子已得一缕鸿蒙子气，也得正三师之道，却差了一线，未能成圣。偶见女娲娘娘造人，推算之下，知人族今后天命不凡，与自己有深切缘法，于是老子立人教以庇护人族，得天道降下功德，立地成圣。而成圣之后，为了表示一下，老子便在第一批人族中随手一点，选中了今日的玄都大法师，带回了昆仑山中传道授法。所以大法师这个最老出歌的荣誉称号有理有据，实至名归，无法辩驳。当然了，这只是玩笑话。李长寿很早之前就知道玄都大法师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，实至名归的道门大师兄。迄今为止，大法师曾在人前出过2次手，每次都打出了太清圣人的赫赫威名。李长寿在人教典籍上看到过详细记载，上古第2次巫妖大战时，地仙之祖镇元大仙的武装观前，玄都大法师头顶天地玄黄玲珑塔，直面要将人族赶尽杀绝，炼制陆巫剑的妖皇东皇太一，一场血战，祖下妖皇。玄都大法师护下了少许人族底蕴，侧面显露了圣人老爷的手段，让鼎盛时的妖族不敢再对人族肆意妄为。其实玄都大法师拜师上位族1个元会，其展露的实力已经战平了东皇太一。大法师第2次有记载的出手，便是上古第3次巫妖大战，人族反击之战。其实巫族拼尽了全部强者，妖庭高手死伤殆尽，但妖族天庭并未坠落，人族还未完全发育好的众高手背水一战，趁势对妖族发起绝命一击。在这场大战中，玄都大法师曾经现身，他脚踩至宝太极图，头顶玄黄玲珑塔，手持一杆乾坤尺，一人独闯妖庭，将东皇太一打成重伤，将先天至宝东皇钟逼入混沌海，为让东皇太一将这件宝物传给妖族大能。那一战，人族赌上了族运，要么将妖族天庭推翻，人族成为天地主角，得天道认可，要么就是被妖族再次逼迫到族灭的境地。后来的事已成了洪荒传说，那个蓝银再无出手的机会，洪荒也渐渐的没了多少人会提起他的名号。这位人族出身，带人教护卫人族，本身无名无姓的人教大师兄，如今也只是看起来有些普通的青年道者，总是喜欢眯着眼睛笑，让他花费心力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人教多生多养万年大计。心底流转着这些念头，百帆殿已经近在眼前了。李长寿心底赠予大师兄这个荣誉称号，自然是打死都不敢告诉任何人。还有半年，渡仙门一行就要出发前往中神州，48名弟子被召集去百帆殿的频率，也从此前的1年1次变成了现在的3个月1次。按中神州和东神州的惯例，但凡这种大会，必然会有弟子斗法这般助兴环节。
到时出场的弟子寿元越低，修为越高，本领越大，背后的道成自然就是越有面皮。像有秦玄雅这般年纪轻轻就已经归道8境，善斗法，有神通，长相身段绝佳，即将成仙渡劫的当代年轻弟子，就能给渡仙门争不少光彩。而像李长寿这种的表层伪装都快200之岁，归道境4阶不稳，3阶勉强，长相凑合，除了阵法与遁法，其他进阶只能算是普通，也就一手土遁的当代年轻弟子，肯定不会安排他上台。所以李长寿顺水推舟，将自己放在了跑腿的位置上。每次召集众弟子议事，李长寿也不发表任何意见，并且坚持素质3连。有秦师妹说的对啊，有秦师妹说的有道理。各位长老的训诫我都记下了，礼越发稳健且普通，悟境再次上线。完全伤愈之后，李长寿已经连续应付了许多次这般的场面，承上顾下之事也是越发的得心应手，为今后去天庭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。这方面李长寿始终拿捏着自己的分寸，他跟各峰的仙苗优秀弟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又互相算是熟悉，大家点头之交，事后寄望便可。如今李长寿在门内的伪装已经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第3阶段。第1阶段是透明人，一直十分低调，但除去月供之外，只能去道藏殿翻翻垃圾堆，拿不到太多的资源。第2阶段是自然伪装，保持劣质仙苗等印象，让自己显得没那么显眼，但很多意象都能够更为合理。第3阶段便是如今的从善如流，做一个谦逊稳重不惹事的副领队。今日48位弟子再次聚在大殿角落中，分列入位，十分整齐。有秦玄雅与门内排行前8位的弟子们坐在第1排的蒲团上，李长寿坐在角落中，并随时准备应答长老们给出的跑腿任务。这次与前几次一般，还是之前的流程。门内外务第1长老葛长老与几位天仙境的长老一同前来，坐在弟子们对面，露出和善的微笑。葛长老温声道：此前布置的功课，尔等做得如何了？都拿出来吧。是。众弟子们纷纷点头，各自在发簪、戒指、腰带、玉扣等储物法宝中取出了一只2尺见方的木盒，在其中爆出了一只画轴。他们各自将画轴打开，里面却是密密麻麻的小字。葛长老道：玄雅，你来检查下，看他们默写的弟子守则够不够天罡之术。是。有秦玄雅颇为认真地应了一声，起身来回行走，检查各位同门同辈的作业。很快有秦玄雅禀告：都已足够。善。葛长老缓缓点头，言道：这个弟子守则内容十分不错，里面也有诸多遇到不同情形的应对之法，尔等需时刻牢记。再有3个月，尔等便要随掌门与诸位长老执事赶去中神州金宫门。此前叮嘱的话，我也不多讲述了。今日继续接上次所讲，请几位长老讲解弟子守则的后3篇。当下众弟子低头称是，几位长老依次开口，为众弟子详细解释这3000多字弟子守则的后半段内容。门内对这一次3教大会有多重视，我这段时间确切地体会到了。但是这篇东西其实就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，不必如此过度的解读的。让李长寿最无奈的是，长老们会让他们写自己作品的读后感，做自己作品的阅读理解。重点是
他自己还经常被判答非所问，很难及格。哎呀！小琼峰上，灵兽圈旁的阁楼中，灵娥，你当真不想一同去中神州吗？九九摁着酒葫芦，坐在窗边的床榻上，扭头看着窗外的林子，口吻很认真地问了句。正在一旁收拾碗筷的灵娥含笑点头道：我修为太低，在山上安稳修行就好。之前明明有长老要举荐你，你干嘛去了？灵娥笑而不语，麻利地消灭掉犯罪证据。九九也并未多问，躺在那儿打了个哈欠，继续看着窗外的风景。因为去参加三教源流大会之事，九九也被门内长老告诫了2次，让他多注意一些言行举止。于是九九从平日里的散漫状态调整为了外出时的认真模式，整个人的气质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。正经之中带着一点忧郁，深邃的目光透露着千年岁月的沉淀芳华。此刻在窗边饮一口葫芦中的美酒，他正散发着从内而外的深沉。遇到李长寿这个有意思的小师侄之前，他都是这般气质。后来渐渐的，因为他被关照的太过周到了，确实是有点过于欢乐了。灵娥端着一只果盘飘回屋内，也脱了绣花鞋，坐在床榻边，看着窗外的风景。想了想，灵娥还是想替师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灵娥小声道：九师说，我师兄如果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。九九道：放心就好，到时我自会过去逗他的。还请师叔暂时无视掉我师兄。灵娥叹道：我师兄在外面的时候其实很害羞，面皮特别薄，若是有女子跟他靠得太近，他都觉得众目睽睽之下。是这样。九九突然想起了当年去北周时李长寿的那种奇怪病症。灵娥颇为正经的点点头，又拜托了九九几句。九九沉吟几声，十分认真地答应了下来。反正到时候师尊忘情上人也会同行，我总归不可能太过早了。三教源流大会不日将在中神州金宫门举行。敖乙，弟子在。金鳌岛宝池旁，敖乙面前正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道者。此道者面容端正，不怒不威，给人感觉颇为柔和，说话也是不紧不慢。此正是敖乙的师父，通天教主随侍7仙之首乌云大仙。敖乙问道：师父要弟子去参加此事吗？乌云大仙应了一句，点头道：此次三教源流大会事关道门气运，你是我唯一的弟子，须带我前去。此物于你。乌云大仙取出一只小巧的玉龟壳，放到了自己徒儿手中。三教本同源，这是我听圣人老爷经常念的一句话。圣人老爷并不想看我们与阐教有任何冲突，你需记住此事。若咱们一方需一同商议何事，你便将此物拿在手中，我自会有所感应。是，弟子遵命。敖乙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。乌云大仙露出少许微笑，抬手拍了拍敖乙的头顶，一缕清气自敖乙头顶灌入。敖乙一愣，心底感悟丛生，浑身气息境界在缓缓上扬，体内血脉之力瞬间沸腾，仙师福鼎授以玄境，醍醐明悟，道法自生。不多时，敖乙抱着玉龟壳，身形沉入宝池中。乌云大仙露出少许微笑，身影随风消散，自始至终没有引起金鳌岛上其他炼器师的注意。又半日后，
赵公明踩着一朵白云，急匆匆地朝着金鳌岛而来。教主哥哥，我真仙境巅峰了。哦，可是龙王血脉有所觉醒，修行竟然这么迅速。安水城的海神教主神庙，2只神像的神念一来二去又联系上了。渡仙门一行临出发前，李长寿又将敖乙呼唤了过来，关心龙族的状况。敖乙一见到李长寿，便精神振奋地道了一句自己的修为进境，言说自己师父为自己醍醐灌顶之事，让李长寿一阵感慨。龙生赢家也就罢了，还开挂升级。李长寿笑道：我看人教典籍上有写，醍醐灌顶只是让弟子开悟，自身境界却需要顺其自然，稳扎稳打，不可强求。自然你是截教一脉，与我人教奉行理念有所不同，不必太在乎我之言语。敖乙面露正色，躬身做了一个道揖。教主教训的是，敖乙定会多加注意。随之李长寿与敖乙商量了一下教中的发展大事，问了几句龙族近况如何。四海海族动乱依然没能平息下去，龙族此刻并未对追随自己无数岁月的海族下狠手。龙族也知道这是谁在背后使坏，只是龙族找不到地方去讲理，只能不断的安抚镇压再安抚。李长寿道：近来我也思考了一条对龙族有利之法，但此时只是有一个模糊的想法，还远未成型。敖乙精神一振，忙道：可是上面给了提醒。确实是大法师提过的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故意露出几分为难的模样。莫急，且等我将此事斟酌周全，再与乙兄言说。多谢教主哥哥。敖乙面露惭色，又躬身做了一个道揖，少年的面容上满是感动。